大家好，我係 W，歡迎嚟到 War Channel。我哋除咗會介紹寵物名人之外，亦都會分享唔同國家嘅重大事件、歷史奇案等等。中意嘅話，記得 subscribe、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上次呢，我哋分享咗電號劫機事件，其實呢，就同今日所分享嘅山岳據點事件息息相關嘅喎。如果仲未睇上一條片嘅朋友呢，都建議呢去睇翻嗰段片先至再返嚟嘅。今日咧所分享嘅山岳據點事件呢，係由赤軍同埋革命左派兩個激進組織咧合併所導致嘅。由於涉及嘅事件同埋人物真係好多啊，為咗咧方便理解，我哋將山岳據點事件咧分為上下兩集。咁上集呢，先係會講到呢個日本赤軍喺電號劫機事件之後啊，有啲咩反應啦，同埋點解佢要同革命左派合併。咁喺下集呢，我哋就會正式講述到山岳據點事件嘅過程同埋眾人嘅結果。咁事不宜遲啦，我哋直接落正文啦。咁上次我哋提到赤軍嘅劫機行動啊，受到日本政府嘅反噬，佢哋呢嘅赤軍派主席岩見孝也亦都遭到逮捕。為咗扭轉個局面啊，喺1970年3月電號劫機事件之後，紅軍派嘅領導啊下令咗 PBM 作戰嘅策略。咁乜嘢係 PBM 作戰策略呢？咁乜嘢係 P 作戰策略呢？咁中文嘅翻譯呢，就係飛馬行動。咁呢，原來呢，赤軍呢係打算劫持一個政界嘅重要人物呢作為人質，從而呢迫使個日本政府釋放佢哋嘅主席岩見孝也。咁當岩見孝也被釋放之後啊，佢就會同埋大批嘅赤軍成員呢，就會亡命去到毛澤東管治嘅中國，並且呢會將中國變成佢哋日本革命嘅根據地，從長計議去牽動住整個日本嘅革命。咁但係啊，當時嘅中國呢正值呢個文化大革命啊，咁各地呢都會有一啲嘅文攻武衛啦，造反有理嘅紅衛兵。咁但係喺呢一班嘅赤軍嘅熱血青年心目中啊，呢個呢係絕佳嘅革命基地啊！紅衛兵呢其實係佢哋心中入邊嘅時尚，再加上呢當時嘅中國呢仍然係冇同美國建交嘅，所以呢赤軍呢認為可以通過中國呢個基地去形成一個革命，從而令到日本會變成一個世界革命嘅司令部，亦都呢有一個黨嘅軍隊。最後呢，就同美帝呢啲帝國主義呢進行呢個環太平洋嘅革命戰爭咁話。咁啊，結果當然好明顯啦。其實 P 作戰從來都冇俾人執行過嘅，咁亦都冇成功救翻呢岩見孝也，即係佢哋嘅主席。至於 B 作戰係咩嚟嘅呢？咁中文嘅譯名呢就係野馬行動。咁原來呢，赤軍呢係打算組織比劫機更加可怕嘅恐怖襲擊，去佔據美國同埋日本嘅政治中心。咁最高難度係乜嘢呢？佢係要求呢兩樣嘢係同時發生嘅，因為呢咁樣先至夠震撼，而且呢，佢哋呢目標係非常之明確嘅，就係分別係喺日本嘅霞關同埋美國嘅五角大樓。咁霞關係咩嚟嘅呢？霞關呢係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嘅地名。咁其實呢，有好多嘅日本中央行政機關嘅總部呢都係坐落喺呢度嘅，係日本嘅行政中樞。喺時代轉變底下呢，霞關亦都變成咗日本中央官界嘅代名詞。例如啦，喺最早呢，呢度嘅外務省成日呢就會用到霞關外交呢個字眼嘅情況，就好似中國內地所用嘅中南海一樣。咁至於五角大樓咯，咁亦就係美國國防部嘅所在地，係位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嘅。咁當然啦，最後赤軍亦都冇成功做到 B 作戰所定下嘅目標嘅。不過呢，佢就喺1971年6月嘅時候呢，喺明治公園嘅反對簽訂沖繩歸還協議集會入邊引爆咗一個炸彈，導致37名防暴警察受傷，當中呢2個人係情況非常之嚴重，腹部呢係有嚴重撕裂啦，大腸呢亦都係跌咗出嚟嘅。總括翻呢 B 作戰嘅計劃呢，雖然呢係有小規模嘅恐怖襲擊，但係呢就冇當初講到咁震撼，所以呢詳細嚟講呢都係以失敗告終嘅。
至於乜嘢係 M 作戰呢？中文嘅譯名呢就係黑手黨行動。原來呢，赤軍係計劃呢通過搶劫呢個金融機構嚟資助翻個革命。由1971年2月22號第一單嘅搶劫案，到咗1971年嘅7月23號最後一單嘅搶劫案，一共呢係半年進行咗7次嘅搶劫嘅。咁啊，1971年2月22號，赤軍嘅行動派指揮官成其勉同埋松田久組織咗第一次嘅搶劫，佢哋嚟到千葉縣市縣市嘅市縣神見台郵局入邊呢，劫走咗差唔多72萬嘅日元。其後佢哋照板煮碗啦，就喺同年嘅2月27號同埋3月4號搶劫咗另外2間位於千葉縣茂原市同埋千葉縣船橋市嘅郵局。但係因應第一次嘅郵局搶劫案呢，其實各地嘅郵局呢亦都冇保留過多嘅日元，佢哋只係劫到大約9萬同埋15000嘅日元嘅啫。有見及此啊，佢哋將目標轉到更加高風險高回報嘅銀行身上啦。1971年嘅3月5號，赤軍衝入咗位於神奈川縣相模市南區嘅橫濱銀行，劫走咗150萬日元。不過事件觸動到警察嘅注意，過咗冇幾耐，赤軍嘅行動派指揮官2個人成其勉同埋松田久相繼落網。另外有6個幹部，包括咗森行夫同埋板東國男都係被通緝嘅。而呢2個幹部森行夫同埋板東國男亦都係山岳據點事件入邊嘅主角之一。不過警方行動冇令到赤軍嘅搶劫係停止嘅。雖然冇咗指揮官，但係幹部仍然執行咗更加多嘅銀行搶劫案，而且佢哋嘅金額亦都係屢創新高嘅。1971年嘅3月22號，宮城縣和泉市新光共同銀行被劫走差唔多116萬元日元。同年嘅5月15日，喺神奈川縣橫濱市南區吉田小學對開嘅街道上面，一名學校嘅文職人員被劫走裝喺袋入邊嘅成間學校教師嘅人工，總共320萬日元。喺6月24號，神奈川縣橫濱市北區嘅橫濱銀行亦都俾赤軍劫走咗45萬日元。同年嘅7月23號，鳥取縣米子市嘅松江純光銀行被劫走咗600萬日元。所以話M 作戰係可以講係非常之成功嘅。7次嘅劫案令到赤軍擁有差唔多過千萬日元嘅贓款。但係第7次嘅行動並唔太完美，因為警方正式報到佢哋啦，赤軍有圍殲嘅風險。咁喺呢個時候，其他激進左派又做緊啲乜嘢呢？1971年9月16號，因為反對成田國際機場建設而爆發咗衝突，部分嘅激進左派組織伏擊現場嘅防暴警察，當中3個警察係俾人毒打殉職嘅。而當時極端主義組織嘅口號就係警察係權力嘅代言人，如果你中意嘅你就殺咗佢啦。赤軍嘅其中一個幹部直門康博見到其他左派已經針對緊警察嘅滅絕戰，但係赤軍仍然喺度搶劫緊銀行，仲係進行緊 M 作戰嘅計劃。佢覺得自己同埋組織已經俾人超越咗，因為俾人超越咗，所以赤軍要另謀出路，趕上其他激進左派嘅步伐。命運嘅安排底下，另一個激進左派嘅組織正在合攏過嚟啦。呢一個左派組織就稱之為革命左派。革命左派同埋赤軍一樣都係1969年組建嘅，係日本新左派派系之一。創派嘅成員主要嚟自東京水產大學同埋橫濱國立大學，成員嘅學歷可以話係相當之高嘅。同埋赤軍派一樣啦，佢哋嘅目標係要建設一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嘅革命政黨，倡導反美愛國主義。最初革命左派嘅主席係河北三男，不過佢好快就俾組織入邊備受尊敬嘅川島豪逼宮下台。咁喺1969年9月川島豪下令
佢哋嘅成員呢，阻止愛茲外相呢就訪問蘇聯，因為始終蘇聯呢嗰陣時有所謂嘅蘇修主義啊，同埋呢，佢哋呢係希望喺武裝鬥爭期間啊，係投擲燃燒彈，例如話向美軍基地投擲燃燒彈同埋安裝炸藥等等。同年嘅12月8號啊，川島豪因為涉嫌企圖轟炸美軍基地呢而被捕嘅。1971年嘅2月17號，為咗救返被捕入獄嘅日本共產黨神奈川縣委員會，亦即係革命左派嘅最高領導人川島豪，喺川島豪喺獄中嘅指使底下呢，革命左派成員呢搶劫咗位於栃木縣嘅槍店，一共呢係攞咗10把獵槍、1把氣槍、2300發嘅子彈。咁盜竊槍支彈藥嘅結果啊，令到係唔單止川島豪啊，而係成個革命左派嘅頭目，包括咗永田洋子、坂口弘都受到通緝嘅。為咗要避開警方嘅調查呢，永田等人啊被逼咧喺3月初出發，途經過新潟縣，最後匿埋喺札幌市嘅一個藏身嘅地方。喺緊張嘅警察搜查生活入邊啊，佢哋好快就唔記得咗要救返川島豪嘅初衷，並且認為啊咁唔容易拎到嘅槍呢，應該呢係要去做啲更加有意義嘅武裝抗爭。咁啊呢個時候呢，川島豪呢已經慘變 condom 啦。咁永田呢決定呢就想去中國嗰度呢就接受軍事訓練，因為佢覺得自己喺日本呢行動已經非常之困難啦。但係啊，同佢一齊匿埋嘅其他成員呢都表示反對啊。即使係咁樣，佢哋心入邊呢仍然呢係想追隨永田嘅，而永田呢亦都冇改變佢嘅決定。呢個時候，永田呢亦都呢係正式呢就係放棄以炸彈為中心嘅鬥爭。佢覺得呢以槍為中心嘅戰鬥呢先至係最適合佢哋嘅。1971年嘅4月啊。由於知道赤軍派嗰面呢都係諗住呢係揾人哋去合併嘅，咁永田同坂口呢就留翻其他嘅成員喺札幌，自己呢就去咗東京。呢兩個人呢去東京嘅時候呢非常之緊張，因為嗰度呢周圍都貼住佢哋嘅通緝照啊，所以呢坂口就建議啦，不如我哋喺山上面呢就揾個基地作為藏身之所。咁啱得咁巧呢，赤軍派喺打劫銀行之後啊，都受到呢警察嘅追捕啊，所以呢兩班人呢就圍爐取暖，匿埋一齊呢就東躲西藏啦。最後呢，佢哋喺1971年年底啊，29個成員陸續呢就嚟到峻明山。咁喺呢度啊，佢哋宣布呢就合併成為咗聯合赤軍。口號呢就係話要戰勝反動腐朽嘅高層，建立一個人人平等嘅日本。嚟自赤軍派嘅森行夫同埋革命左派嘅永田洋子分別擔任為會長同埋副會長。而恐怖嘅山岳據點事件呢，正式由呢度開始啦。如果想知道發生咩事嘅話，記得留意下集嘅內容啦。我係 W， 下次再為你講述世界各國驚心動魄嘅歷史奇案。